南海黄岩岛竟然上演自己人撞自己人。一艘中共海军驱逐舰当着外国军舰的面，突然横插拦下自家海警船，结果直接相撞，还有人当场丧命。这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中共军中内部矛盾第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海面上。有人用行动阻止习近平的南海计划，从北戴河的全力角力到南海的正面冲撞，内部冲突已经打到海上来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中共海军军舰与中共海警船相撞后，官方没有公布死伤数字。原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在自媒体节目中披露，撞船造成2人当场丧生，另有1人被从海里打捞上来，正在接受治疗，还有一些人受伤。8月11日，在中非有领土争议的南海黄岩岛海域，中共海警3104舰追赶拦截菲律宾补给巡逻艇苏鲁安号时，被中共海军导弹驱逐舰桂林号横插中间，导致中共海军驱逐舰与海警舰相撞，海警舰首被撞到面目全非，失去动力。随后中非紧张态势升级。8月13号，美国驱逐舰希金斯在坚持自由航行路经南海黄岩岛海域时，遭中方警告尾随。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13号一架巡逻机在南海黄岩岛上空执行海域监控任务时，遭一架中共歼15战斗机拦截缠斗20分钟，最近距离仅有约500英尺。从7月30号中共政治局会议到8月11号黄岩岛的突然踩刹车，只隔了12天，军方就反手一刀，把习近平要发动战争的节奏活生生刹停了。说白了，是中共军舰挡住海警船，救了菲律宾船。为什么自己人拆自己台？尽管海警和海军都受中央军委控制，但这次事件暴露出军队对最高层的不满已经到了公开不配合的程度。大政方针肯定是定下来了，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这个没错。但是军队里头现在对习近平积累了巨大的怨气，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将军哗哗的倒下，最近几个月就清洗了1000多个校官以上的军官，整个军队都在人人自危的状态，军方正在重新整顿自己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想打仗。北戴河会议期间，习近平被中共元老和张又侠多面施压下，习近平紧急搬救兵。刘必胜被火速任命为中共福州海事局政委，这本来就是地方海事政委而已，但人民网福建频道8月11号却专门发简历配照片头条报道，这阵仗实在不正常。刘必胜1969年生，曾任福州海事局宁德海事局要职。宁德是习近平起家的地方，这不是普通提拔，而是习近平亲自把他的人部署到海上去。福州海事局负责指挥当地所有出海的船，海事局能派遣钓鱼船出海挑事，刘必胜就是习近平提前布下的挑事按钮。在中共权斗进入逼宫大戏高潮时，适时地发动一场局部战争，那么习近平的军委主席大位就保下来了。经历过战争混迹官场多年的张又侠当然知道这其中习近平个中的算计，他也不甘示弱。自媒体人苏小河在节目中表示，张又侠启用了被习近平整肃过的海军司令李鹏程。据公开资料，李鹏程曾任中共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部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中共海军装备研究院院长。2016年起，李鹏程历任东海舰队参谋长、海军副参谋长。2024年，李鹏程出任中共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升任海军中将。2024年11月，李鹏程被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因罢免了他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习近平整肃得罪李鹏程在先，现在他获军中掌实权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重用，担任反习前线总指挥，
所以中共海军军舰撞海警船绝非偶然，这是警告，也是对习近平启动战争保军权的灭火行动，更透露出习近平与反习势力的权力博弈的进一步升级。8月15日是美国总统川普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日子。周四，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和普京的会面就像下棋一样，他不确定能否立即达成停火，但表示有兴趣促成一项和平协议。阿拉斯加原是俄国领土，1867年，沙皇俄国因为缺钱，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这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卖给了美国。现在川普选在这里和普京见面，光这个地点就充满了暗示，地缘争端是可以谈的，也是可以交易的。外界都在猜，这次可能要谈北极航道开发，谈俄乌战争怎么体面收场，甚至可能谈到让俄罗斯在远东进行战略收缩，比如拆掉22座能打到美国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发射井。普京愿意谈，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乌克兰战场上7月份乌军已经能用全套的无人机和无人战车端掉俄军一整个阵地。有军事专家预测，再过5个月，无人装备在战场上的比例可能超过 95%。 到那时候，普京连一点胜算都没有。现在向川普投降，还能换点经济的好处和政治上的成功。一旦美俄握手，那中俄之间所谓的无上限合作立马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笑话，而这一切正好被中南海里的另一拨人看在眼里，变成了他们逼退习近平的最好理由。在红朝宫斗剧的逼宫剧本里，军事部署本身就是最硬的政治语言。中部战区的81、82、83集团军按照最新的作战预案，这3大集团军的核心任务是在战时作为第2波次力量跨海打击日本的冲绳和九州基地群，但这支最精锐的力量现在就在金鸡要地铺开。82集团军的特战旅某部被传在北戴河外围低调现身，这支部队是执行斩首、渗透、定点清除任务的王牌，它的存在本身就足够让某些人心里发慌。驻扎河南的83集团军实施多场跨区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军列拉到哪儿了没人知道，这种去向不明才是最让人紧张的。而北部战区就更厉害了，3000架陆航直升机已经悄悄集结在了吉林、辽宁的多个机场和野战起降点。这么大的规模，几个小时就能形成一股钢铁洪流，既可以跨过鸭绿江直插朝鲜半岛的腹地，也可以调转方向随时进入北京。这张牌打的是双重威慑，兵力调动本身是军事行为，但当它和心理战结合时，就变成了政治武器。在中共军委的参谋系统内部，只要有密令，北部战区那几千架直升机就可以迅速改变训练航线，飞往北京。那82军特战营昨天还在驻地，今天人去哪儿了没人知道，这都会让习核心心理崩溃，防不胜防。这种从内部生出的疑虑比任何外部的攻击都更致命。82集团军在张又侠的指挥下刚刚完成一次战术性调防。中共军队机关报《解放军报》8月10号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穿越时空的警钟》。文章回顾延安时期中共是如何对高级干部贪腐绝不手软，反复强调一个古代法家用语“刑不上大夫”，每一个字都是射向当下的子弹。7月底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人们都预测会讨论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问题，但当时赵乐际正好外访未归，导致对何卫东的处理决议被习近平强行按下。而这一次军报透过借古喻今的方式，向全党全军，尤其是向习近平本人发出最强硬的讯号，
反腐不能只看小官，不能因为官阶太高就网开一面，这背后是张幼侠等军方实力派的政治决心。他们心知肚明，如果不能彻底拿下何卫东，就等于让老习在军中还保留最危险的保护伞，而一旦让他缓过气来，以他一贯过河拆桥的风格，下个被清洗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以这场反腐早已不再是清官廉政的道德工程，而是一次你死我活的军中绞杀战。北戴河会议开了10多天了，网上的传言也层出不穷，包括习近平与反习派达成协议，习同意退位，由汪洋上位。知名反共博主老登也爆料说，习派与反习派在北戴河达成了协议：一、习近平将在4中全会办退，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退出政治局常委；二、习将保留国家主席职务直到任期结束，以及留任政治局委员；三、丁薛祥接任总书记，张幼侠接任军委主席和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中共4中全会补选胡春华进入政治局，接替丁薛祥的空缺，担任中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消息说，此次能够达成共识，标志了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它预示了从中共强人政治向寡头共治的转型。如果执行顺利，中共的寿命将延长；若博弈升级，将加速中共内部崩盘。此次北戴河共识是中共政局的转折点，以妥协换取稳定，其实际影响需要观察10月份的4中全会动态。暂时的共识是不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暂时休战后的更大的反扑和更残酷的激战？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